Hello，大家好，欢迎各位回到大直小老板。哇，这一集是第15集了，我们要来谈美甲工作室怎么开。我现在的位置就是我们真正的工作台，很标准的一个人的工作台上面。要为各位讲解，如果你想要开一个美甲工作室的话，需要准备哪一些一定要有的东西，我给想要美甲创业的人做一个参考。今天的影片会比较长，会展示很多的器材，比较适合开画面，所以说请务必要在 YouTube 上面观赏。美甲工作室怎么开？在这边我们要从几个地方来讲解，从开场到工作环境，到美甲的家具，到美甲的创业套组以及成本的概念，和大家一一解说首先进入最重要的一段，那就是开场。用最基本的要求开店。很多人听到这一点就傻在那什么是最基本的需求？在我们美甲创业的时候我是假设大家或是听众，或是我自己也是就是我们有一点点小小的钱，美甲创业的目的是为了生活，是为了生计是为了我们的薪水跟收入，所以才开始了美甲创业。在美甲创业里面呢，一切都跟成本、收入、费用、营收都息息相关。所以说开店的时候一定要用最基本的要求来开店，避免过多的浪费，因为浪费资源就是浪费自己的钱。好，美甲创业的第一步，美甲工作室其实是美甲创业的第一步。美甲的旅程当中可能有很多可能刚开始学美甲入门，然后可能去帮朋友做，去美甲店上班，这都是算是前期的。可是我们谈到创业的时候，通常都是以美甲工作室为第一步。那第二大点，用最经济的方式投资。用最经济的方式投资，我们之所以要美甲创业，那为的就是要什么？赚钱嘛，不是赚钱，创什么业？创心酸的。所以既然要赚钱，那么一切就要合乎经济法则。所以用最经济的方式，最合理的方式来做一个投资。再来，初期投入，未来要沿用。这是个很重要的概念哦。因为呢，我们都是一个穷小孩，而且我们都预期我创业之后未来应该会成功，应该了所以说，我们创业初期的东西，为了不要浪费，我们会希望它能够沿用到下一步或下步。所以说，初期投入的东西，未来需要沿用前面不可以用得太糟糕。讲完这几点概念之后，我们就要来讲美甲创业实际上遇到了几个大的成本项目。工作场地，美甲创业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工作场地。而谈到工作场地，我们只有4个字要给大家，那就是安全第一。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是因为像各位看到米宝贝开的店面，有些店家可能会开在商业大楼，或者是百货公司或者商场里面。那这一些所谓的店面，它本身的安全性其实并没有太危险。可是各位如果要开美甲工作室的时候，那么安全就成为最重要的。毕竟大多数创业的人是女生还是要注意自身的安全。而且大多数的客户也是女生，那女生去一个隐蔽的工作室，她们也会担心自身的安全，所以把安全做好是最重要的。那我们来提一下有几个不同的创业选项。第一个，住家房间。很多的人创业第一步当然是先赖在家里面，最好的方式就我们会希望选一个家里面多出来的独立房间。当你家里面有个独立的房间的时候，你就可以在你的客厅放监视器。那客人进来的时候，会让他明显的看到还有监视器，这样子的话会有一个相对的保障。再来是，如果说那个独立的房间，可以把独立的那一个房间弄成一个非常漂亮的美甲环境。这个时候客户进到这里面来，才会觉得它是一个美甲师的地方。所以如果说你要在住家房间，最好是要有独立房间。有客人来的时候，可能爸妈还在。这样子也会让客户更有信心，更觉得这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客厅角落。我们刚才说了哈，最喜欢的方式当然是有个独立的房间，可是常常我们遇到的是客厅角落，家里真的没有多的房间呢，所以说只好把客厅整理出一个角落来，让你做个美甲的创业，这也是初期很多新手美甲师会遇到的问题。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事情当然是注意布置。因为大多数中产阶级的家里都什么乱糟糟，都很有生活感，袜子啊、衣服啦、植物啦、零食啦、家里的宠物啦、杂物到处挂，这是常见的事情。那如果说你要在你的客厅角落经营的话，那切记一定要注意布置，把客厅收干净，把房门关起来，至少让你的客户觉得这是一个正经的地方，而不是一个充满生活感杂乱的小角落。那注意客厅角落开工作室，请务必一定要放监视器，保护客人也保护自己，这个很重要哦。当然啦，客户进来的时候，家人们打个招呼，你好，欢迎来我家，也会让他们有心安的感觉。那对于美甲师来说，家里有人，然后我再做客户，这样子我也不担心客户是乱七八糟的怪人哦。独立套房最好的就是独立套房啦。好像我们妮宝贝当时创业的时候也是用独立套房，我们租了一个市区办公大楼里面号称9坪，实际上只有5坪不到的独立套房。独立套房大约可能花上1万多的租金，台北大概1万多，其他地方可能几千块，也许可以搞得定。那么独立套房基本上是最适合拿来当美甲工作室的。尤其是你的套房下面是有管理员的，例如说商业大楼下面有管理员，或是有一些比较高档一点的住家大楼，他们下面也有管理员。这种状况可以让你的客户觉得安心，也可以让你自己觉得安心，这是最好的。但是他要什么？钱嘛，谈到钱就痛苦啊。美甲家具设施。既然做美甲，就一定要有相关的硬体设备，而这些硬体设备呢，它是美甲不能不拥有的。可是美甲家具设施可以很高级，也可以很低级，不管你是选用高级或低级的，我们都有一些基本的要求。哪些基本的要求？我们来看一下。合适的美甲桌。讲到这里如果说你没有学过美甲，一定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但是如果你学过就知道。合适的美甲桌，桌子的深度要45公分，大多数的书桌深度是60公分，甚至75公分。如果说是餐桌的话，会到80，这都不适合。最适合的在45公分。各位一定有看到了我的桌子，这就是我们实际在使用的美甲桌，它从这边到这边45公分。45公分的好处是，你跟客户不会离得太远，也不会离得太近。如果说今天小于40，你们脚就会碰脚；如果大于45的话呢，会遇到的问题就是你可能要这样子帮客户做指甲，那客户也这样子给你做指甲，这样不行的。然后桌子的宽度大约在1公尺，至少1公尺啦，90公分也勉强可以接受。如果说今天小于90的话，你可能台灯不能放，或者是放个美甲灯，然后旁边就不能放东西了。所以说桌子至少会建议要100公分。那桌子的高度大概70标准桌子的高度，这应该没什么大问题。那么除了这个 size 之外，还有就是不要摇晃。各位可以发现我的桌子是非常稳定的我怎么敲它都不会晃。为什么呢？因为它是非常好的桌子咯。这个桌子是定做的啦，它是铁跟木头合在一起的。原则上来说，像 IKEA 也可以买到一些45公分的桌子，可是有时候会摇晃，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要选择好。功能取向的椅子，既然是一个美甲工作室，势必会有一间美甲桌，刚刚提过了。再来是要有2张椅子，一张是客户坐的，一张是美甲师坐的。在我们实务上的经验里面美甲师坐的椅子一定要可以移动自如。有没有看到我的椅子移动自如？它可以转，可以前后，然后后面的这个靠背呢最好要有，因为如果稍微靠背，可以让我们不要这么累。但是要注意的事情是，后面的靠背千万不要太大，太大的话呢，基本上是白用的，而且会扰乱了我们的做法。因为有时候握住客户的手可能会这样子做，所以美甲师的椅子要很灵活。
但是客户的椅子刚好相反，客户的椅子我们希望它最好不要动，最好不要摇，这个很重要。客户如果忍不住摇一下，你可能手就会摇。所以我们实务上面希望客户的椅子四平八稳，选择它有4只脚的椅子，然后呢，帮他用一个很舒服的软垫，很舒服的靠背，让客户坐上去就最好就直接揽在椅子上面，不要动，大概是这个样子。客户的椅子比较特别，4只脚的。不会动的，或是不会动的电脑椅也都可以。像我们之前呢，为了客户的舒适，我们用了一种类似电脑椅的椅子，可是它是沙发质地的，那也不错。可是有时候椅子太大客户就会盘腿坐啊。我们甚至还遇过蹲在椅子上做指甲的这也是个麻烦事，所以椅子也不要太大。OK， 灯光照明对于一个美甲店来说，灯光真的很重要，因为在做美甲的时候，我们会是用100%的白光来处理。可是当你的手离开了那个美甲的灯之后呢，最好是回到4000K 色温或者4500K 色温的环境里面。你的环境灯最好有白灯也有黄灯，总共加起来要不黄也不白，这样子就会像太阳的颜色。客户呢把手抓过来自己看的时候，他看到将会是自然太阳光下的颜色，这样子才符合客户的生活上的预期。如果说你今天的环境呢都是死白的灯，很白很白，像诊所一样，那么客户看也许颜色还可以，可是他回到现实生活中就会觉得偏黄。如果说你今天整个环境灯都打黄色的灯，打得非常有格调，还暗暗的，很文静的样子，客户看觉得颜色还 OK， 但是他移到太阳光底下看的时候，就会觉得颜色偏蓝。所以说，你的场地最好那个颜色是有白的也有黄的混在一起，成为一个太阳光的颜色，大约4500K 到5000K 左右。置物空间，置物空间也是分2大类，一个是客户的置物空间，一个是美甲师的置物空间。客户一定会带包包来，一定会带自己的外套来，可能会带其他的随身用品这个时候一定要准备一个柜子，或准备一个小地方让客户放。像我们的话呢，就很喜欢使用这个 IKEA 的柜子来当客户柜。当你不放抽屉的时候，上面可以放客户的包包，然后呢，这个抽屉抽出来放在地上，也可以当客户放东西的地方。所以这个算是又便宜又好用的家具。坏处就是这个柜子大家都知道是 IKEA 的，那么当所有的人都知道它是 IKEA 的柜子之后，就不会觉得这是高档货。但是美甲工作室高档来干嘛呢？对不对？主要还是技术为主，你有钱之后想干嘛就干嘛。再来是美甲师的置物空间，像我后面的这个就是一般的五斗柜，好，这是很常见的一个高度，这高度大约有90到120公分，上面可以放电视，可以放其他东西，抽屉里就可以放其他美甲的用品。那么这柜子很好用，好，或是我们刚才那个格子柜，弄成抽屉啊，或是弄成门也都 OK， 好。所以至少要有一个隐蔽的空间，为什么呢？是因为美甲的用具消毒完、处理完之后，你要把它放进去，不要放在外面积灰尘。把东西收好，可以让客户感受到你的专业程度。好了，接下来美甲创业套组。讲到新手美甲师所需要的东西，最常见的就是美甲创业套组。当你去学指甲的时候，你会先买一套叫做美甲新手套组，各位应该都很清楚。所有的补习班都会拼一个最简单、最基本的套件给你做使用。可是呢，美甲新手套件不推荐。为什么美甲新手套件不推荐呢？那是因为美甲新手班的时候，那个套件通常是用最烂的笔、最烂的胶、最烂的凝胶灯，它只是让你去体验，让你感受一下你喜不喜欢美甲，你会不会往下学。所以美甲新手套件有时候实际上的售价可能低于3000，可能是2000、1000都有可能，应该是非常非常便宜的，那只是让你试试看而已。那个在我们眼中就跟玩具差不多。美甲新手套件其实不适合拿来开店，开店要使用美甲创业套组。那去哪里买？那当然是美甲展。各大品牌都有售，各大品牌在美甲展的时候，或者是即使不是美甲展，他们自己的店面也都会准备一个美甲套组。美甲套组的金额有高有低，从好的到坏的差异也蛮大的。通常我会建议在美甲展的时候可以去跑一跑，
去看一看，因为美甲展的时候，他会准备很多的客服人员，会准备老师，趁着一开店一早去，才会有足够的服务人员能够让你慢慢解说。这一个美甲展应该是去年9月还是10月的美甲展，可以看一下美甲展的地图里面有很多间是我们常常见到的美甲厂商。为了不要得罪人，我就只念上面我常见的美甲厂商：美甲人人、尔凯、魔法堂、晶体、S Plus、ONS、大生、米罗。好，这些都是我们常常出现在美甲展的那几个品牌。我们美甲业认可的品牌里面还有几家，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没有在里面。不过没关系，大多数主要的都会在里面。跟他们一间去询问，去找寻你适合的美甲创业套组，这很重要哦。为什么要推荐美甲创业套组呢？那是因为原物料太差，作品会不佳。我们刚才说了，不要新手套组，而要美甲创业套组的原因，是因为新手套组的原料都是以堪用为主，能用就好，只是试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感觉。拿来做生意的时候，你的凝胶笔如果不好，涂的东西自然就不漂亮；灯不好，照出来的东西就不亮。你的上层凝胶如果不好，涂起来就会是雾雾的。这很多讲不完了，各位都知道。所以东西不好，作品一定不佳。你拿给我很烂的东西，我们也做不出好作品来，所以这很重要。一开始就要做好作品了。再来，新手也用到初阶美甲师。通常我们在开店那一套东西，桌子、椅子，所有东西都一样。开美甲工作室的那一刻所拥有的东西，我们希望它可以从新手美甲师一路用到初阶美甲师，有一些东西甚至可以到中阶美甲师继续沿用。否则的话，每过一个阶段都换一次，那还得了？那个钱，那个扣不是喷得乱七八糟。所以不要买太差的东西，专业的好一点的美甲创业套组是很重要的。美甲创业套组通常分2大部分，一个是美甲的原料，一个是美甲的器械。我们现在谈美甲原料。美甲原料指的就是我们会实际上耗在客户手上的东西。为什么我要特别去定义？因为我们后面讲成本的时候，这个跟这个是有关的，请先记住，美甲原料它是实际上会使用在客人身上的东西，它是耗材，它用了就不见了。好，那美甲原料包含了哪些？包含了像透明凝胶，最基本的美甲店，透明凝胶会有底胶、建构胶，会有上层胶，这是最基本的。另外还有纯颜色的凝胶，纯色凝胶。纯色凝胶又分2大类，一种是呢很浓稠的单色凝胶，它可以来涂满板、涂发饰；另外一种是比较稀薄的单色凝胶，它来涂渐层、涂晕染或涂一些艺术性的设计。那么艺术指甲还要用到哪些胶？其实我们有过课程，好，在荧幕的右上方或下面的连结可以点进去看一下，这边就不再赘述啦。另外，美甲原料还有很重要的一部分，那就是亮粉。根据颜色就一堆了，金、银、铜、粉，亮粉还有什么绿的、紫的、蓝的、灰的，甚至还有黑的呢。除了颜色之外，大小也不一样，有大有小有中，还有很细的。另外，形态也不同有一些亮粉可能会有颗粒感，有些亮粉可能没有，有些亮粉可能细到不要的，它可以一压之后可以像金箔一样去做处理，所以亮粉有很多种。另外还有内含亮粉的凝胶，颜色凝胶就很多种咯，亮粉又很多种。那如果说今天你要买的是凝胶加亮粉的话，哇哦！那么内含亮粉的凝胶就会有更多种了，随便一家可能有几百个颜色，所以要怎么买，只要事先想好。另外还有各类指甲油以及美甲贴纸跟美甲装饰品需要考虑。有些美甲店它还是会做最基本的手部保养跟脚部保养，那这个时候客户可能会需要指甲油。美甲凝胶有多少颜色，指甲油就需要多少颜色。像我举个例子来说，这是我们的甲片。有没有看到上面的每一个颜色就是一瓶颜色凝胶，拿出甲片来就知道我们目前李宝贝有多少的彩色凝胶，一大堆这个彩色凝胶我们需要用一个柜子去装起来，而且这样子的彩色凝胶还不是我们全部的使用方式因为我们还有独立的亮粉来做处理。
所以可以变化出各种不同的类别来。那新手到底要哪些东西呢？基本上要多要少，在你创业初期可以先做决定，和谁讨论，和卖你东西的那一个卖家或是和你老师讨论一下哪些是必备的。另外还有一些专业溶剂跟一些一般溶剂，专业溶剂包含了凝胶卸甲水，做前置需要用到溶剂，像我们的话会用到蛋白液，那有些人会使用 pH 平衡液，有些人还会使用固定剂，固定剂又分含酸跟不含酸的固定剂。另外还有洗笔水，因为呢凝胶笔是需要洗的，所以说洗凝胶笔就有洗笔水。这些专业溶剂只能和美甲专业的那个批发商去购买，无法在外面买到。那还有一些一般溶剂是在跟一般人可以买到的，包含了酒精啦、指甲油去光水啦或消毒剂这一类东西。这些东西感觉上好像没有很贵，可是实际上它的价差可能会高达10几倍。我刚才提的所有东西都是一样不管是凝胶啦，或者是说专业溶剂也好，价差都会差10几、20倍以上。为什么呢？因为随着内容的不同、品质的不同，还有有没有含有毒物质，这些东西都会让它的价差得非常非常的多。有没有机会再分门别类来讲这个部分？今天就先有个概念，进到美甲器材，美甲器材里面大概就是有磨头啊、灯啊、台灯、粉尘机啊、各式的凝胶笔啦，还有各式的剪刀啊、磨棒啊之类的。接下来让我稍微替各位带过一下磨甲机加磨头。在美甲的设备里面最大笔的就会是磨甲机。但我说是我们啦，因为像我们喜欢用高档的嘛，我之前有拍过一个日本的一个品牌。另外呢，也有一些低档的，可能是中国制的。说实话随着技术的进步，高档的也许不再那么高档，因为它是卡在那边嘛。低档的也不一定那么低档，因为它会进步嘛。所以说有时候这东西都会有点改变的。低档也许也可以堪用。我们目前最喜欢的是高档的磨机跟磨头了。之前有拍过影片，右上角或下面的连结可以点进去看。那么低档的东西呢，我们最近也有在小量测试，目前感觉上还堪用，好像还可以，因为它没有牌子，而且还没有大量贩售，在这边我们就不再多讲解。但是如果你是我们实际上的学生的话，那么你一定会知道我们在测试哪一些器械那可以和我们做了解。再来是凝胶灯。目前做指甲以凝胶为主，所以凝胶灯最重要。凝胶灯要分很多种，有超低档的 UV 灯，这个灯它是用那种传统的那个 PL 灯泡是所谓省电灯泡的形式，那个很便宜，曾经是主流，可是它的问题太多了，所以说已经不太受到大家的青睐。另外还有便宜的凝胶灯。便宜的凝胶灯呢，可能比较小支，波长没有这么稳定。那当然还有贵的凝胶灯。贵的凝胶灯通常里面会有2种波长它可以兼顾传统凝胶灯的波长以及先进凝胶灯的波长。好，大概是这么说。那目前最先进的灯还有这种无线的，有没有？不用插电的。基本上来说呢，凝胶灯高档跟低档虽然价差也非常的大，但是高档的凝胶灯1万块以内都可以买得到，已经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了。所以大家买高档的2种波段的那种全方位的复合型波长的凝胶灯，这样才可以让所有的凝胶都可以照得好好的。台灯、粉尘机、手枕，做美甲一定遇到的啦。第一个就是台灯台灯要选这种可以前后转，可以上下转，各个方向转这种灯，这样子呢才可以依据客户的状况去移动你灯的方向。另外，粉尘机吸粉尘的，因为我们会磨指甲嘛，所以把粉尘吸进去，不要让指甲到处喷，这很可怕，所以一定要粉尘机哦。粉尘机有大有小，有各种形式，选你喜欢的就好。另外还有手枕，因为粉尘机或凝胶灯有时候都太高了，我们这边让客户靠着，手枕可以这样用，也可以这样子用。好，再来各式凝胶笔。讲到凝胶笔这是一个可大可小的投资，笔的价差是非常非常大的。好的笔跟坏的笔有很大的差异。以笔的平式来说，有平笔，有斜笔，有专门来涂发饰的发饰笔，也有专门来手绘用的彩绘笔。刚刚这些笔之外，它们又有长短粗细的不同，又有刷毛质地的不同。我
哇，随便讲一讲，可能就可以凑出几十个甚至几百种不同的搭配方式。这是 Peggy 的其中一个笔筒而已。那么，如果想要知道凝胶笔更多的分法的话，我们一样拍过影片、写过文章，请右上角的连结点上去，或者下面的说明栏往里面点。干皮剪、指甲剪、推棒。我们有一些这个金属的器械是买一次就可以用很久的，好像是干皮剪、指甲剪跟推棒。干皮剪，干皮剪长这样，负责剪干皮的干皮剪，这个是一定要的啦。那干皮剪其实不用买太好，也不用买太差，因为其实现在的干皮剪不会差太多，不会差太多，所以买个差不多就好了，不要像我们一样，有些干皮剪买那个日本师傅做的，其实 OK 就好了 ，OK 就好。那另外指甲剪还是要准备一下，推棒推干皮用的。这些小型的金属器械，你可能都准备好多套。假设你一天有4组客人或6组客人的话，那你至少准备6套或4套咯，不然的话来不及洗、来不及做处理是很麻烦的。所以这个部分要准备比较多套。毛巾、纸巾、细甲棉片、各类膜棒，美甲店一定需要毛巾哈。毛巾基本上，要不就准备很多的毛巾。有的毛巾呢是来做手保养、做使用的；有的毛巾呢是垫在这个桌子上面帮客人沾粉尘的。有的毛巾呢，可能是来做擦拭用的，这都准备好。还有纸巾，这个涂凝胶啊、涂水晶一定会用到纸巾。膜棒，膜棒准备很多很多哈，因为来不及洗，一定来不及处理，所以一定要先准备好。结语：开店成本要控制。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开一个美甲工作室所需要的东西，各位可以发现它的品项是非常的多。所以如果说在开店的时候没有把这些东西先想好，随便这边买一点，这边买一点，这边再买一点，那边再买一点的话，那结果就很有可能造成的是，这边漏掉一点，那边漏掉一点，而且有可能，你前面买了很贵的灯，买了很贵的胶，结果呢，等你要买这个凝胶笔的时候，发现没预算，然后只能买超便宜的东西，这样子不行啊，对不对？好，所以说各个设备或是各个耗材、各个器械，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可以先把项目先写好。好像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可以先去美甲展，或是你的老师，或是几个大的供应商，先跟他们问好他们的套件是推荐怎么样的水准，怎么样的层级，然后你可以一项一项的和他们讨论是否要升级或者是否要降级，这都可以谈的哈，都可以谈的。跟你的供应商好好的聊一聊，去了解这部分细节跟内容。那为什么要了解这些？因为开店的成本要控制。为什么一直提成本呢？如果说一开店你的成本就拉得太高，那么你的定价再怎么拉，你可能都无法 cover 得了你的成本啊，这很重要哦。可是如果说你今天一开始成本拉太低，那么有可能会造成你的作品品质会变得很糟，或是你的环境变得很糟，让客户的观感不好，那自然在往后你的价格也拉不上来。所以说开店的成本需要控制好。通常来说，所有的东西都在你目前所需要的再高一阶或高一点点，这样子的话才会有往上提升的一个动力，客户才会觉得物超所值，对不对？例如说他可能花500块就感受到1000块的东西，花1000感受到1500的东西，这样子在日后才有涨价的空间，也才让客户黏在你手上。所以说这边要特别留意。那么今天怎么开一间美甲工作室就讲到这里，如果任何想讨论的都可以留言和我们讨论哦。如果你问的越详细，我们当然就回答的越详细喽。拜拜。